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前面一系列的影片呢，我们从印尼的巴厘岛，然后玩到了爪哇岛的泗水，在那边爬了2座世界知名的火山，一个是孤独星球封面的布罗莫火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世界罕见的蓝色火山伊真火山。那紧接着呢，我们又去了印尼最古老的城市日惹，在那边看了世界的奇迹，也就是婆罗佛图，然后还有印度教的一些建筑物群，包含了普兰巴南。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又去洞穴探索，看到了耶稣光。然后最后呢，我们又到了印尼的首都雅加达。所以说，在这个几乎横跨整个爪哇岛的旅行里面呢，相信大家到了这边呢，一定也很好奇，那在印尼独旅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那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去印尼旅行，或者说你想要在规划未来去旅行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把这部影片先储存起来，然后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那首先呢，大家一定最好奇或者说担心的一定就是去印尼独旅安不安全。那我想呢，大多数台湾人呢，其实对于印尼的了解呢，其实都没有这么的多。我们不外乎去最多的认识呢，就是巴厘岛啊，它是个伊斯兰国家，跟我们有很多的外籍工是来自于那边的。然后大家可能普遍对于印尼的经济发展呢，可能并不是这么的了解。那这边提供给大家一组数据，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人均 GDP， 印尼呢在东南亚算是中上程度的哦，它是超越了菲律宾，然后呢跟越南呢紧接在泰国之后，所以说呢，其实印尼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呢，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对，也算是在发展中的国家了。那所以说呢，大家其实呢不用太担心印尼的经济状况或者整体的发展是不是稍微的没有这么的完善。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今天去印尼旅行，就是去巴厘岛，或者说像雅加达这样的一个国际大都市，或者是说国际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那在那边呢，真的是相对安全的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去的是日惹啊和泗水呢，其实它也是他们印尼国内非常大的城市嘛，所以其实安全性上面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不过呢，我觉得还是有2个可以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到了当地旅行呢，我觉得对于当地的宗教呢，要保持着基本的尊重。通过今天的影片其实就有提到了嘛，印尼呢其实是非常热衷于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甚至在他们的宪法里面就规定国民必须要有宗教信仰。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到了当地的一些宗教的建筑里面的时候呢，那基本上的尊重呢，我觉得我们一定是要有的，就是不要去做一些会破坏当地宗教信仰的一些事情，包含如果他们说你不能穿短裤进去，那你要围个扫弄的话嘛呢，那我们就当然要 follow 一下当地的宗教信仰啦。那第2个呢，就是其实印尼非常看重自己的独立性的。那相信呢，大家有看我影片都会发现，我去了很多的主要城市，他们都会有一些关于独立的建筑物啊，或者说是广场。那这当然嘛，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的主权呢，一定是相当在意的。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呢，大家去那边旅行很少会遇到上面的这2个点，然后会不小心踩雷啦，所以这应该是还好。我觉得很多的台湾的观光客呢，可能会担心的点是，我们毕竟作为华人，那会不会因为印尼这个排华情绪影响到我们的？那基本上我的观察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因为呢，印尼的排华情绪跟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旅客去当地呢，其实是根本性上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点大家不需要去担心。那除此之外，其实我自己的个人观察，我觉得印尼人算是蛮好客，而且蛮友善的，所以说在当地旅行呢，其实我觉得安全性呢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那第2个呢，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的一定就是，那印尼独旅呢贵不贵？然后呢，尤其是预算或物价呢，应该要怎么样去衡量？那基本上来，印尼整体的物价呢，以台湾尤其是台北的角度去思考，一定是相对便宜不少的，尤其是离开巴厘岛之后。那当然，因为在巴厘岛呢，它有各式各样的消费，然后呢，各式各样的一个餐厅等级或者住宿的等级，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因人而异的。如果说在巴厘岛你今天想要去吃什么披萨啊、意大利面的话嘛，其实我觉得就跟你在台北去一个平价餐厅吃披萨、意大利面的价格其实差不了多少。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去巴厘岛吃当地的食物的话嘛，哇，那个价格就便宜不少。我觉得大概就是6-7折的物价而已，大概就是你可以花个150块或200块，然后你除了有一个主食之外，还可以点一个果汁奶昔之类等等的，所以价格上我觉得以台北的物价来说算是相对 OK 的。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离开巴厘岛的话嘛呢，去日惹泗水这样的话嘛呢，大概就是100块左右呢，你就可以吃到当地的主食，然后还可以含一个小饮料这样子，大概可能就个5折或6折左右而已。
的。那饭店的话嘛，当然巴厘岛非常多种高级的 villa， 然后呢，当然也有青年旅馆，所以我觉得是价格的 range 非常宽的，就看大家怎么选择了。那如果你今天是去日惹或泗水、雅加达这样的大城市，然后住个3星或4星的饭店，就是那种卫生程度很 OK， 然后呢又在交通是比较棒的地方的时候呢，这边我觉得其实一个房间大概1000、1500其实就 OK 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印尼的旅行呢真的是开销并不贵。那尤其是吃跟住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主要的支出会有比较大的不同点，可能就会在于你要怎么玩，然后或者说你要玩哪些景点呢？那关于怎么玩跟玩哪些景点的这些，还有交通的部分呢，会在后面再补充给大家。那要去一个国家玩呢，首先要解决临时签证的问题嘛。那其实台湾人要去印尼玩呢，算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需要上网选择电子签，或者是你在当地用落地签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签证的费用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而已。不过我是强烈建议大家，请选择电子签，尤其如果你今天是要从巴厘岛入境的话嘛，那真的你绝对不会想要在机场排1个多小时吧。所以说线上签证你电子签是很重要的。然后出发前3天的时候呢，去填一下它那个就是申报表，那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再来关于吃的部分呢，大家一定在意乎的就是卫生跟口味嘛。那卫生的部分，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我觉得是很 OK 的。除了我在日惹的那个街边有看过那个 barbecue 上面有苍蝇在飞，那个我个人不太推荐之外，其实我觉得卫生程度都还算是可以的。那但是我觉得还是蛮看自己个人的肠胃状况啦。不过我去的这2周多的时间呢，都没有遇到就是有拉肚子或肚子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对，那我觉得呢，因为毕竟你在日惹整个食物的价格都已经这么便宜了，或者说你在主要城市的价格其实都不贵，那不妨就直接去一些小店里面吃吧。有店面的食物呢，其实还是会相对再干净卫生一些的。那口味的部分呢，我必须说，我觉得印尼的食物放眼整个东南亚里面呢，它真的是 top 3，我觉得就只排在泰国跟越南菜之后而已，还算是真的相对好吃的。但是呢，有一个小挑战，就是它食物普遍偏辣，所以就要看大家是不是吃辣的人了。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你吃辣可能吃不太习惯的话嘛，想要做挑战，实际上的经验就是呢，这些小店呢，他们都不太能去调整他们的辣度，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呢，或是本身的食物就已经有带辣了，所以就是没办法处理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时候我都会点一杯饮料，所以这为什么刚才介绍里面都一定会把饮料给含进去。那这边的饮料呢又比较偏甜，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呢，包常备里面呢一定要有1瓶矿泉水，就是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些食物太重口味了，你想要换个口味，喝口水一定会是比较好的。但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印尼的食物呢，真的是相对蛮不错的，也算好吃的。然后呢，再来可能大家就会好奇啦，那实际上我在印尼的交通怎么样呢？尤其是城市跟城市之间嘛。那印尼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考量了预算之后，我会觉得这里的交通算是真的蛮方便的。我们先讲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话嘛呢，除了飞机一定有嘛，那大巴之外呢，他们的火车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体验的哦。我在那边呢，从泗水然后要到日惹去的时候呢，我是搭他们的火车的。那个火车的价格呢，其实大概就是台铁的价格而已，但是我坐的是商务舱，所以基本上呢，那真的是我觉得价格上很 OK， 然后呢，里面的卫生状况什么的也是蛮 OK 的，所以我觉得呢，火车呢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体验看看的。那城市内部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我首推就是大家使用那个轿车的 app 啦，然后那在印尼的话，当地有一个 Gojek， 然后不然就是东南亚必备app 就是 Grab 嘛。那我首推轿车 app 的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它的价格很透明，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花时间跟计程车司机去那边讲价。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行程分享给你的朋友，所以在安全性上面呢，一定是更加有保障的。好，然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呢，如果我们今天是去巴厘岛或是雅加达，然后你在尖峰时期的时候，我首推大家可以选择摩托车的版本，因为真的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时间，然后价格呢也大概是只有轿车的1/3，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的经验啦，就是呢，如果你直接去轿车之后，你会发现司机不太会主动给你安全帽，那这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习惯。但我的经验是，你可以跟他讲，然后他都会从那个车厢里面再把安全帽拿出来给你，然后还会提供给你一次性的那种卫生头罩，所以说我觉得卫生上面也算是蛮 OK 的。
但是如果说大家今天是要去一些比较市区以外的景点，我还是建议大家可能还是选择轿车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安全系数上会更好嘛，而且会更舒适。然后因为那边的价格真的是不贵啦，我觉得算是蛮轻松可以体验所谓计程车自由的，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就是能叫车的时候呢就尽量叫车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很棒的关于国内交通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刚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呢，首先手上没有外币，第二是对这个国家的物价是不了解的嘛，然后一定又很累，很难有时间再去精力再去讲价，然后很想赶快去饭店，那这个时候 Grab 就真的超赞的。那么从机场出来之后呢，你用 Grab 呢，它都会是标好的一个集合地，然后在集合地那个地方呢，会有 Grab 的工作人员会引导你，甚至帮你找到车，然后确认你完全一切都没有问题，把你送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会省下那种你刚出机场的那种不好的体验。所以 Grab 在当地真的是我觉得大推。然后除此之外 ，Grab 还可以送外卖，就像 Foodpanda 跟 Uber 这样子。然后呢，外卖费也不贵，所以说如果大家半夜肚子饿了，真的是也可以叫 Grab。那最后我觉得一个注意事项分享给大家是，轿车的 App 虽然说在那边非常的方便，但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的是一个比较远的景点，或者说是一个离开市区，然后又不是那么大众的景点的话嘛呢，这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选择包车会比较方便。像是我去日惹那个耶稣光啊，其实在那边就离市区很远了，基本上 Grab 是叫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包车了。好，那讲完交通之后呢，如果大家真的想来的话嘛呢，一定会很好奇这边的天气怎么样，然后什么时候是适合旅游的。它就是长在赤道上面，所以说呢，一年四季它都是热。那我们要去的时候呢，就是避免雨季。它的雨季呢，大概是从10月底开始，然后到隔年的4月，然后尤其是11月跟12月的时候呢，雨就特别的大这样子。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想要来躲避冬天，那可能没有那么的适合啦。那再来呢，可能大家会想要去山上看日出，那毕竟看日出一定是清晨出发嘛，然后呢又去山上，那边的山也不矮，然后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小学的那个理化小知识吧，就是呢每上升1000公尺温度会下降6度嘛，所以可想而知呢，其实清晨看日出还是蛮冷的，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保暖哦。所以整而言之呢，我觉得去印尼旅行的话嘛呢，基本上就是你的夏天穿搭配一个薄外套，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有要去那个看清晨的日出，那就再带的是刷毛外套，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呢，大家关心的呢，就会是在印尼的沟通状况，就是用英文是 O 不 OK 的。基本上只要你去观光景点，英文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的影片呢，有些地方可能对于大家在台湾人出去旅行会觉得有一点点的 hardcore， 但实际上呢，其实它虽然小众呢，但它还是已经有基础观光规划了，所以在那些地方呢，用英文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那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好像只有我在雅加达里面呢，而且是雅加达的百货公司哦，然后有遇到餐厅没有英文的菜单的，然后呢，那个当地的工作人员不会讲英文，但也就只有那一间而已，我去隔壁间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在你要去这些观光景点的地方呢，英文沟通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真的有遇到问题的话嘛，你就拿起手机 Google Translate 嘛，一定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再来提到这边呢，大家一定会关心就是关于付钱的部分啊，关于换汇的部分啊。那基本上我走过的印尼的几个城市里面呢，我觉得反而只有巴厘岛，它对于信用卡接受度没有这么的高。其他的城市里面，基本上店面的部分呢，信用卡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不过呢，巴厘岛它的换币所非常的多，非常的方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太需要担心啦。然后我观察一下，其实整个印尼大家的汇率真的没有到差很多，在城市里面啦。那当然机场的汇率就没有这么的好。那所以我个人给大家建议呢，就是随身的时候呢，还是准备一些美金。然后呢，当你今天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个店面里面它的信用卡机刚好坏掉的时候，你还可以拿美金出来挡一下啦。对，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方便真的比省钱重要。好，然后再来呢，大家一定会好奇，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去独旅的话嘛，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必备的，或者说带着可能会对我们在印尼旅行会比较好？那说实在呢，因为印尼的食物我觉得算蛮好吃的，所以不需要带泡面。然后呢，卫生跟安全性我觉得也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说其实都还行。那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2个东西，我觉得算是大家如果不放心的话嘛，可以多准备的。但我觉得这2个东西在当地一定都找不到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灭蚊喷雾，灭蚊喷雾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你按一下在密闭空间喷一下之后呢，然后把门关上，大概1-2个小时之后呢，如果有蚊子嘛，蚊子就会自己死翘翘，然后2个小时味道散得差不多了，而且那个味道本身对于人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的。对，那我相信大家如果去东南跟南亚，铁定会担心的登革热嘛。那尤其是巴厘岛或日惹的老城区，相对来说都比较多大自然，或者说比较老旧一点，这时候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蚊子。那如果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蚊子来骚扰你，一定会睡不好嘛。所以我觉得灭蚊喷雾算是大家可以带的。但是我在那边观察时，我发现他们的 Seven 里面其实或者说便利商店、杂货店也都有卖，所以我觉得这个算还好。但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嘛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带一下，或者说自己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备一下，因为台湾夏天蚊子也是超级多这样子。那我自己个人用的是在日本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买的，然后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那也是蛮推荐大家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备的呢，就是锁头跟钥匙。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去某个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放心，然后东西没办法带去厕所的时候，独旅这样就很麻烦嘛。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你的锁头，然后把你的背包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跟椅子或者是跟桌子锁在一起。那我自己个人经验啦，其实印尼我真的觉得算是相对 OK。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就可以带一下锁头。那下一个关于印尼独旅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如果是独旅的话嘛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行程？那说真的，其实我觉得独旅跟非独旅在安排行程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啦。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去看 YouTube 的影片嘛，所以大家可以多把影片看几遍哦。然后你会去网上爬文，看一下背包客栈里面的分享，然后最后都标在 Google Map 把它串起来嘛。那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嘛呢，我觉得独旅上面的不方便呢，其实是来自于开销比较高，然后或者说对于安全性上多多少少你还是有一点点的担心。那关于这个开销比较高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去印尼独旅会发现，你今天无论是要包车，或者是你要去住饭店，那或者是你今天要包一个导游的话嘛呢，这些都没有人跟你share嘛，所以价格会再更高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呢，在 KKday 和 Klook 上面呢也比较少这种拼团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可能一个人包团嘛，那这个时候呢开销就会比较高。那我给大家建议就是，我实际上的执行的方式呢，我可能会走到情人旅馆去问柜台他们有没有什么团，然后我可以跟的，或者是去当地的旅行社问一下。那再不然呢，其实就是直接跟我们的饭店柜台去交涉。你会发现哦，其实饭店柜台上面的价格会比 KKday 和 Klook 便宜不少，可能只有大概2/3甚至1/2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也还行，这样子就是真的在印尼独旅呢，开销虽然会增加，但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担心关于安全性上的不稳定嘛，那我传授几个小 tips 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的 iPhone 的设定打开来，让我的位置分享，可以让我的家人或朋友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贵重用品里面呢装 AirTag 嘛。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玩一个比较刺激的活动，你担心的话嘛，你可以先跟你的家人朋友讲，然后设定好一个时间 check in， 让他们也会比较放心这样子。那最后呢，我想分享的2个呢，其实是大家看我影片里面呢最关心的，也是最好奇的，就是火山团，然后跟去爬这个普罗佛图。那首先先从火山团开始讲起好了。其实就如同我们上面所讲的，基本上火山团呢，首先你是不可能一个人去的，然后你也很难一个人去包一整团。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翻了整个 KKday 和 Klook， 好不容易在 Klook 上面呢，终于有找到一个是可以拼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特别报了这个团。但是呢，我也实在话跟大家讲，不是推荐大家去，就是分享给大家我那时候遇到一个算是踩雷的一个经验啦。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2天1夜的行程，然后大概台币6000块左右，我觉得价格还算 OK。然后那时候报的时候呢，特别选的是中文导游，然后呢，他还在上面特别注明了，就是从市区出发会把我们接送回市区，而且一台车就最多10个人。那实际上的状况呢是，如果你选的是中文团，我的观察基本上很大的程度呢，你都会被塞到跟中国的其他旅行社他们拼在一起。那基本上呢，Klook 呢，他们也没有真的去直接的去管理或接触这个团，他实际上呢就是直接把我们就是塞到了中国旅行社所办的团里面去。那所以说呢，当初 Klook 所承诺给你的东西呢，跟这个旅行团实际上的状况呢，就遇到非常的不符合。例如说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呢，根本没有导游，
或者是说有啦，但这个导游呢，只有在最后的一天我们去爬那个仪征火山的时候呢，那个4个小时的健行里面的时候呢，他有大概出现一下，确保大家的一个状况这样子而已。对，然后呢，那个导游呢，他其实也不会中文，然后英文呢又非常的破，那这个时候就尴尬了。我遇到的这些中国团里面呢，当然大家不可能会印尼语，然后呢，里面的英文呢，虽然都是年轻人，但都非常的不好，所以最后变成是有很多时候要跟导游交涉讲事情的时候呢，或是有人要上厕所、买东西等等的，就变成他们得仰赖我用我的英文，然后搭配这种手舞足蹈的状况呢，去跟导游讲。那这就很尴尬了，我不是去报名团里面，然后是跟大家一起来这边要去爬山的嘛，结果反而有点像是一个领队要照顾大家。好，那除此之外呢，我实际上那个团里面呢，那个车子当初是说一车不超过10个人，但那一车其实有超过20个人，就非常的夸张。然后那个道路非常的拥挤，所以说那个坐起来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当我尝试要跟联系客服，跟他们反映说，导游不仅不会讲中文，英文也不太行，然后那个车子里面塞了20个人，真的是舒适度很不行的时候呢，Klook 的客服竟然跟我讲什么呢？他跟我说，那就非常的抱歉呢，但是你还需要我能够提供证据。我就录了一段呢导游讲印尼文的话发给客服，然后呢，客服就说不行，一定要导游亲口说他不会中文，不会英文，这样才可以。我怎么可能呢？拿着手机，然后对着导游拍，然后一边告诉他 Google Translate 我不会说中文跟英文的印尼文怎么讲，然后还要再翻给这个客服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 make sense、很 ridiculous 的一件事情。好，除此之外呢，我也说。那这个车子塞了很多人嘛，跟当初讲的也不一样，他就说要我拍照或录影，然后呢要有20几个人描述给他看。我就说这也不合理啊，就是呢，我在这么挤的车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不可能突然走到最前面，或者说走到最后面，或是环拍给大家吧，大家也有个人的隐私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截图那个就是中国旅行社有创一个微信群，我截图里面有多少个人给他？他说这样也不行，不能直接证明就是呢真的有多少人在车子里面。那基本上呢就是翻脸不认人。那我们说实在的，作为消费者，我在当下的状况下呢，我又不可能说那我就果断不参加，我人都到了。所以说实在的，现在啦，购买这种 OTC、KKday、Klook 的这种服务里面呢，很多时候就像是开盲盒，那大家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心理预期的。最后，我觉得一个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整个团里面呢，他们这些中国的旅客呢，最后他们是要去港口搭船要去巴厘岛的。那我爬的这个山呢，它其实在泗水这个省份里面的中间，所以说如果今天这个车子呢又要把它送到泗水的另外一边，然后呢港口把它们放下来，然后同时又要再开回来，再绕一圈回到市区，这时间就要花大概4-5个小时，它整个就是直接消失。没关系，这就算了。那时候呢，整个车上的司机那时候还在跟我 argue 说，他们没有接到讯息要把人送回到泗水的市区，所以如果要的话，我们还要再另外加钱。然后我又要再跟那个 Klook 的客服又要再联系，然后 Klook 的客服一直掉线，一直换人，所以我又要每次都要重新再解释。最终才好不容易就是 Klook 的客服可能才联系上吧，然后我最终才被送回市区。这种来来回回的沟通跟经验里面，我是觉得现在其实台湾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保护里面，我觉得对于线上 OTC 来说真的是缺乏的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没办法，就他们毕竟现在有点像是快要垄断了这整个台湾 OTC 的线上服务了，所以大家也就只能够尽量避坑啦，如果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程，就尽量不要参加。所以我想说，也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有遇到一些 KKday 跟 Klook 比较不合理的一件事情的话嘛，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然后呢，大家可以相互讨论。我们也没有说要去对抗什么，就是什么 KKday 跟 Klook， 毕竟我们只是小虾米而已嘛。但是大家分享一下，可以相互避免踩坑。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普罗佛图啦，那有2个注意事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先事先买票。票呢，它其实分2种，一种是爬上去，一种是只能在下面就是绕一圈的。那大家都来到普罗佛图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体佛教建筑物，然后呢，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你一定就是想要往上爬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就要事先买票，然后它每天是有限额的，每个时段都有限额的，所以说呢，事先买票是非常重要的。那第2点呢，就是呢，你从起爬之后呢开始，大概只有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然后呢，你只能够跟着这个导游。那当然，导游会在路上会跟你讲解一下普罗佛图一些故事跟石雕上面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子。然后最后到了最上一层的时候，你大概会有15分钟左右的自由时间，那一定要好好把握。那以上呢，基本上就是我在印尼独旅的一些 Q&A 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是我这边没有收集到的话嘛呢，可以赶紧在下面留言，然后会尽可能的跟大家回答。那如果说呢，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一些旅游冒险的影片的话嘛，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呢，我还有 IG 可以 follow 哦。那下一集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越南河内的一些旅行片段。之后呢，就会有一系列呢关于我在尼泊尔的独旅的影片，那很精彩。然后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吉米的频道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